你去德国多少年了？哇，啊，前前后后加起来得20多年了吧？ 20多年。啊，嗯，因为我们俩认识之前，我就在德国待过几年，你知道吗？后来中间就回国，然后呢，就是又待了2年3年吧，就这样了。然后我就认识他了，然后我就过了几年以后结婚，不又跑德国来了？你们是在北京认识的，还是在德国啊？在网上认识的。哦，网上那不错。没有，那时候就想，我想在德国待几年，别把德语忘了，找一德国人没事练练口语，在网上。对对对。然后他呢是学了中文了，想找一中国人练练中文。一拍即合。然后我们俩就聊吧，就连说带比划的，就聊到一块儿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说的中文其实很好，你的普通话带有他的口音，北京口音，对吧？是有一点点，啊，有一点点。对。然后我想问你，你去了德国那么长时间，从最初你对德国的印象和现在有区别吗？就是你觉得现在德国怎么样了？和当初的德国是一样吗？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那以前呢，你说说以前德国，我来德国时候，那时候还是德国那总理叫什么？就现在给俄罗斯人干石油经理那个叫什么？施罗德啊，对，还是那时候。施罗德。对，施罗德。嗯。还没有欧元呢那时候。啊。然后后来呢，他们开始从2000年开始搞出欧元了以后，我就觉得那时候德国就要出事儿，我就觉得不踏实。后来就中间就前前后后吧，从再次来德国的时候，从2000几年，2008年吧，我们2007年结的婚嘛，在中国，然后2008年就来德国了。来德国以后，然后我就觉得感觉就完全就变化大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完全不一样了，从各方面，比如说以前最简单的例子，以前我那时候在德国的时候，说实话，德国人那时候家里有一个简单的二手车吧，比如老了，他自己呢又不想扔，他扔了呢，他觉得这还得花一笔钱，所以呢就送人，满处的贴小广告，也不是贴小广告，在报纸上嘛登广告，哎呀，我要送你车，免费的，我不要钱，要不就是什么那家具，免费送你家具。你看，在我在2008年来德国时候，你看德国就是，哎呦，这也要钱了，哎呦，我卖个二手车500欧元他也得卖了，好家伙，那破都不成样子了，他也得卖了，就这意思，你知道吗？不行，就是从经济上来说就差多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开始已经就不如以前了，我觉得。那为什么经济会差呢？这为什么？这是怎么说呀？一个，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，就是说什么中国高速发展吧，中国高速发展，然后那经济呢高速发展，然后制造业快速的提升，对，撵着它，但德国、欧洲这些国家吧，也不能说他们懒，他们就是说什么满足于现状了，当时对满足于现状了，所以他就不愿意去，就是去再努力去干，再努力去干一些什么事情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。这东西就是说，你像一个人，就像龟速赛跑似的，一个人，一个勤奋的跑，一个在那儿慢慢溜达，你想，那肯定早晚得追上，这不就现在已经又超过去了吗？而且再一个，他那德国的劳动成本太高，其实那以前的时候，90几年的时候，那时候德国没那么高的成本，劳动成本没那么高，工人没有现在人的就生产成本那么高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德国生产成本太高了。要求这要求那个的，比如说像5天工作日，他们非要现在要求4天工作日。比如说你说你，是我相信你可以，我也希望4天工作日，然后在家我白拿钱。那问题是，到时候你没竞争力，最主要是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最要命的。各方面原因吧，总的来说，再加上那政府又一个个一帮跟说咱们按咱河南人话来说，就是一帮沙雕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没法弄，你知道，这些人真的没法弄，这些人太不知道自己的身位，不知道自己的地位。他们从来也再加上我老说，我跟那些所有我的同事跟我熟的人，我都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聊政治的时候都说了，你德国政府这些政客，我说但凡有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为德国工作，或者是为了德国的利益
去干什么事情的话，德国就不会走到今天这步，就这种烂的样子，你知道吗？他们都是一些个说白了，就跟那个像冯德莱恩那样的那欧监啊。冯德莱恩那女的第一当那欧盟主席的时候，那第1年的时候，我就说这女的绝对是个欧监，你知道吗？这绝对是咱们中国人叫汉奸，他们叫我说叫欧监嘛。欧监。哎，对，我说这是欧监，这100%的。你看他现在种种作为，根本就不是其实你说他是为了意识形态去做一些事情，他也不是，他脑袋瓜里根本就没什么意识形态的问题。他满脑子全是利益，真的。他工作绝对是给美国人工作的，那绝对是欧监，那这100%的欧监。我估计莫大妈能给他扶到那个，从那个国防部长，当初的国防部长给他扶到这个欧盟主席去。我估计现在欧大妈得后悔死啊！那莫大妈，我跟你说吧，哎，这些人没有一个的，你就算那现在那个总理，叫这那个叫舒尔茨，对，他的那个 X 上有他有账号嘛？对，一天到晚不拉在 X 上一发，每天都发，一天发个10来条，我老看，你知道吗？都是被骂的，估计吧，下面就有赞同他的，有，哎，这赞的人，也许他网军也不一定。对，这赞的人他不一定都是那些当然骂的人更多啊。反正我就说，我当初那时在俄乌开战之前，俄乌刚开战嘛，我就说了，我说您是德国总理，不是世界总理，你操不了那心。对。别说你操不了，你让美国人他都操这心，他都操不了。你这美国总统，你让他操这全世界心，他也操不起。那说实话，中国自己搭了肩膀，他什么都干不成。这说，哎呀，一天到晚不拉，那天说德国说俄乌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告诉俄国必须输，不能让俄国人赢，必须输，一定要输。对。说了几个必须，然后说完了以后，我说你看现在，什么德行了？谁现在拉了胯了？他不是那回事儿。你想你把这欧洲卷不卷都算上那些体系，你跟俄罗斯是穷，没有欧洲富，但他有一个体系啊，从军工来，你卷不卷吧，你也比不了他一个人啊。他现在军工，他企业一开始开动了，还没完全开动呢，这刚只是开动，你就受不了了。他要真是像那个二战的时候那种好全面开动，一天产1万辆坦克的那时候，那恨不得你受得了啊？没必要，你没招的。我早说，我说你们像那个北约嘛，我说那北约就相当于北约就相当于什么呀？就是相当于一个就狼外婆似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跟那乌克兰就是一小孩儿，没事你看那熊在那待着吃饭呢、睡觉呢，没事哎，你过去捅他，就非得教唆那还捅那熊，1次2次那熊不搭理他，当然第3次反手一巴掌，这孩子哭了。你看那外婆，他什么都不管，他跑了，自己闪人了。你看现在就这种状况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办法。解决不了问题，他根本就想在这上面。当然说了，俄罗斯要打赢了乌克兰，那也得下点力气。现在就凭现在的功夫，他也打不了。最好我估计也就跟3·8线停战似的吧，也就大家弄一停火，不打了，也不解决这问题，就搁着它，搁着它几十年、上百年的，看最后怎么着吧。时间不就最好的解决办法吗？那我问 Gabi 一个问题好吗？问你一个问题，你10几年没有来中国了是吧？是。上次来是10几年。上次来是去年12月份。啊，去年你也来了。之前，大概也来了，2年都没来过。但是你10几年没有来桂林了是吧？对，这倒是。你上次来桂林的时候，街上还是自行车的对吧？这次呢，全是电动汽车，还有电动的摩托车。对。你感到怎么样？感到很震惊，对不对？对。很意外。对。那说明了中国发展是慢还是快？你觉得？很快，发展很快，我觉得。那你觉得这10几年跟德国相比，德国的变化大吗？不大。我们
Wir sind 10 Jahre hinterher. 我们等于是落后了10年。对。他那意思就是德国落后中国10年，他认为。对。对，太慢，在德国什么都很慢发展。那你觉得为什么慢？是没人还是什么？是。政府没有能力，我觉得。政府没能力。你这样说话不正确啊，政治不正确。也太慢了。也人不多。人不多。就是政府没有执行力，我认为啊。对。那你喜欢现在的中国吗？很喜欢，我很喜欢中国。因为你老公是中国人。不是因为他。跟我没关系，他以前就喜欢中国。我早就喜欢中国。你就觉得现在中国发展不错，对吧？很不错。我很喜欢这样的发展。你觉得你这次来中国，你看与德国相比，你觉得中国比德国好的地方在哪里？就是那交通很方便。对，很方便。主要是高铁，对吧？对，有高铁，有那个电车。电动车，对。电动车。对。公交车便宜。对。这就是什么都便宜，比在德国便宜多了。德国高铁和中国高铁比，中国高铁准时吗？你说吧。准时吗？准时，当然了。德国的Deutsche Bahn。德国铁路。对。太慢。它主要是私人的。对。它准时，对吧？晚点。以前。但是德国也有好的地方。好的，你说好的地方，对。也有好的地方。你说说吧。那个环境好，空气好。这倒是。这就是。有我们工程空气好吗？差不多。好。还有呢？有什么好的地方？德国，我们中国可以向德国学习的。有，比如说。巧克力好吃。巧克力好吃。但好像是你老公说的，少吃糖，对吧？对，少吃糖。吃糖对身体不好。真的好吃。对。但是德国很多人喜欢吃巧克力，这是真的。对。是。还有什么地方比中国好？中国要向德国学习的地方。Gute Frage. Next Frage. Next Frage. 要我说的话，就是中国向德国学习方面，环境保护这方面肯定这要向人学习啊。对。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说，比如说像一些个比如说像在就是人的素质方面，比如说像外边，像德国人，比如说对咱们不是说德国人啊，整个欧洲人对咱们中国人有一个意见，比如说在外边吃饭太吵，你知道吗？这咱实话实说，他们像他们在来的中国人，你也吵，你看他老说你对啊，他是老说我，没办法，我尽量，可是我在德国就尽量跟他说话，就压低声音了，你知道吗？比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东西，我老说这是最主要是中国啊，地大物博，地方太大了，一个人跟另一个人一说话都隔着几百米，你不嚷不行啊。其实这点说到中国，开玩笑啊，我觉得中国人与意大利人比较像。对，意大利人也很大声的。对，意大利美国人在公共场合也很大声的。对，他们德国人，比如像北欧这些人嘛，像他们说话是轻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不知道2战之前是不是这样的，反正说话是轻。还有什么方面需要向人学习啊？我觉得德国农村要比我们中国农村发展好多了。对，他们农村城市化搞得特别好，他们都是，而且他们规划设计这方面来说，你看像你们家这个农村，其实多好的地方，就是这房，我老觉得房子乱七八糟的，你知道吗？它没有一个，而且你像那外墙你就要砖，都是砖也行，它中间加一段水泥，你就给上个颜色给它遮一下也行。你别一层砖加水泥，就是说看着不舒服。而且这房子造型啊，各方面，反正哎呀，审美问题啊。也不可能是咱们中国人喜欢这样的，咱们俩人待的时间长，在外国，所以呢有点看着不习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是这个观点。然后别的还有什么呀？没什么了。就是安静，最主要是安静。
其实，在有些方面，中国人素质比他们素质也不差啊。对了，还有一个什么呢？在垃圾分类，咱们中国应该跟人学，真的应该学。我听说在咱国内当初也搞过垃圾分类，然后底下人给分了类了，然后呢，到上面到那个垃圾场，他又给你掺和在一块儿，给你消。这，我觉得这点就不对。垃圾分类真应该分，你分一分，虽然说麻烦吧，但是呢。对环境来说还是有帮助的，我是这么想的。其他的再有什么就没啥了。你要说其他的工业，肯定现在中国比德国高，但德国有它的优点，咱就别比了，没什么，咱不太了解，其他行业也不太了解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不好。我听说你在汽车行业工作。对，那我想问问你，因为中国这几年电动汽车发展特别快嘛，那你的德国同事对这件事情怎么看？因为他们可能对他们汽车是比较骄傲的，对吧？对。那你怎么跟他们谈这个话题呢？怎么谈啊？我也是刚开始的时候啊，以前十几年前的时候，我跟他们聊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们那时候对，这确实是人家说这老说，哎呀，中国老复制我们的外观，比如是复制外形，复制这个，我就说你复制你外形，那你说。你们德国人生产出4轮的车来了，你让我们生产几轮的？你告诉我，生产一个3轮的、2轮的车不行吧？我说你生产一4轮出来就已经60%，相当接近了。那你说具体的这模样稍改一改，你怎么改？我这品牌这么多，全世界它不像你就像别人，反正就这么区别。所以说这也没必要去谈太多的什么复制的问题。我说你从内需上去找自己的问题，有可能。你看，我说实话，咱那车越卖越贵，你看以前卖个2-3万欧元的车，现在起步都是4-5万。我说你从这上说，那成本你往上加成本，你竞争力在下降，你肯定不行。中国生产出来的车便宜。它为什么便宜啊？劳动力确实是挣的工资没有德国工人高，但是你东西事儿全乎也不比你差了。现在质量，这最主要的是，你看现在随便拿一中国的电动车，你到欧洲一碰撞试验的时候都是4-5星的。以前是我承认，以前对，以前那一碰撞就拉胯了，咱们那车那是技术确实不行，不如人家。从设计方面，然后经过他们媒体这样一宣传，当时就现在改了，中国的名声很快，现在好了，对吧？现在不是说鄙视了，现在是恐惧了，改了。恐惧。现在改了，觉得中国这车发展这么快，都特别惊讶。我给他们看一些 video 嘛，我说你看这就是中国的汽车。比如说什么牌子，那是他们看当时是比亚迪啊，就比亚迪，甭管是比亚迪还是什么其他的品牌了，对他们当时就觉得惊了。中国生产这么高档的车，看着这车，我说这还最便宜最普通的车，不高档，跟咱们最普通的车是一样的。当时不可能，这怎么会这样呢？他觉得中国发展到这种程度不可思议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说你再说了。同样一款车，你没有竞争力。比如说我换个颜色，我把这车加个颜色，不要黑色，我要不要白色，我要给我来个红色的，你就平白无故你给人加钱。你在中国随便你选啊，免费的颜色就得有7-8种，你选完，除非你挑倍儿特殊的颜色，那单独加钱。一般的他给你提供7-8种颜色或者4-5种颜色。咱们这只提供2种，一黑的，一白的。除了这颜色以外，你再挑任何颜色，你就要加钱。你说我加个，比如车里边有个，咱不说卡拉 OK 这么无聊的东西啊。对我来说，其实咱们国内装的卡拉 OK， 对有些人觉得挺有意思，但大多数人90%人我估计都用不上这玩意儿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，比如说装个什么电动，你看现在我随便我说，你看车里边电的东西。很自然的，这应该必须有的东西，标配的在中国，在咱们那就纯粹另外收钱的加费的，你随便加个，你随便价格很生生给这价格抬起来了，你能卖得动吗？你想想，对，真的，你说这你能卖得动吗？比如这车
我比如说买一个宝马5系吧，宝马5系的，你看你宝马5系的，你跟那个比亚迪那仰望8吧，就那个能过水那个，对，可以自己。对，你跟他比，俩人价钱都差不多，你觉得你要哪个？那肯定要那仰望8呀，我不要你宝马5系啊。对是。你为什么你像那仰望8，1000多匹马力，而且还能过水，还密封那么严实，还有里边电气化那么高，要速度起步又快啊。还环保，那你说你自然就没法比，所以这东西，所以为什么现在德国车企很多都是跟中国合作啊？必须得合作，你不合作不行，不合作你就让中国给踩死了。你想想，必须得合作，你一合作以后交叉股份，我买你买我的股份一交叉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，反正谁也死不了了。这最基本的一个营商的方式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，可是以前你看中国买德国股份，买奔驰的时候多费劲啊！那谁想控他们，不说那个费老劲了，所以还德国政府还以安全为由，就控制中国购买德国企业。我就说这些人就纯粹真是汉奸，你知道吗？这真是德奸。哎，你中国买了你的企业了，你也买了中国企业，俩人一交叉就都活着，谁也死不了。你这么一弄，中国不买你的，你说你让美国买吗？美国不买你，那中国竞争那么强，那随时随地都能给你踩死你，你踩不就踩死？德国多少中小企业死了，尤其过了新冠的时候，那中小企业多少死了？那经济落后，去年多少？负的0.几，负0.3，对，负的0.几，我记得。萎缩0.3。对啊，那个你想想，那都负的，中国好歹是正的5.2%。对呀。就这样呢，这些人还德国那破报纸还说中国经济危险，哎，要垮。我说你都负的了，我说就像什么，打一比方说，就您是一要饭的，你笑话谁？你笑话那个李嘉诚，笑话那李嘉诚，哎，他没钱了。你看李嘉诚穷了，跟我似的了，没钱。你说为什么没钱了？你看他去年还挣了400多亿呢，今年他改挣了4亿多，你看差多少钱？他没钱了，没钱比我。跟我差不多，你想能一样吗？你要饭呢，你天天还为4块钱还着急呢，你还为替那4亿一天挣4亿的人操心，我跟你说嘛。其实这东西他不是，他们现在比明镜了，他们知道是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的。他们就是诚心去干这种事情，就说白了，癞蛤蟆趴脚面上，我打不了你，骂不了你，我恶心你，你知道吗？你说是不是？他就是这么回事，我估计他听不懂。我说的又快，我说的又快，大概齐，对，大概齐，我说的又快，你知道吗？